想象一下，有一天你戴上一副看起来和普通眼镜差不多的 AI 眼镜，但从这一刻开始，你的眼睛已经不再只是眼睛，它可以看穿资讯，看见你肉眼看不到的东西，甚至让你像飞行一样从任何角度观看这个世界。更夸张的是，如果一个场景已经发生过了，你甚至可以再次回到那一刻，不是穿越时空，而是让 AI 把整个现场重新建构出来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3个未来几年可能最让人期待的 AI 黑科技，而最后一个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。如果你看过《名侦探柯南》，一定对柯南的眼镜不陌生，看似只是一副普通眼镜，却能够瞬间分析、搜寻、锁定目标。而未来的 AI 眼镜可能真的会越来越接近这种感觉，但它还有一个更夸张的能力，看得更远。例如，你站在台北街头，远处有一栋大楼，可能距离你几百公尺，甚至1公里之外，你只要看一眼，AI 眼镜就能将远方的景物清楚呈现在你的视野中。你看到的不再只是远方模糊的轮廓，而是可以进一步分析、搜寻、辨识其中的细节。而且它不只是放大， AI 还能理解你看到的是什么。例如，看到远方的一台汽车， AI 可以分析车款；看到一个你看不懂的招牌，直接翻译。而且这种能力并不只是在看远，真正可怕的是 AI 眼镜可能开始理解你正在看什么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高楼顶端，眼前是一整座城市，在你方圆1公里之内，大楼、道路、车辆、人物，甚至远处正在发生的事情，都可能成为 AI 可以分析的目标。你只需要看向某个方向， AI 就能帮你搜寻、放大、分析、辨识、锁定。换句话说，未来的 AI 眼镜可能不是单纯把资讯显示给你，而是让你的眼睛拥有超越肉眼的千里眼能力。你看到的不再只是眼前几十公尺的世界，而是1公里内甚至更远的整个世界。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个技能，千里眼。你的眼睛将不再只是接收世界，而是开始真正看清楚，甚至理解这个世界。但如果 AI 眼镜只能让你看懂世界还不够，下一个黑科技更夸张，那就是自由视角。想象你现在站在台北街头，你抬头看见台北101，下一秒你的视角开始快速上升，穿过街道，飞过高楼，越过台北101，整座台北市突然出现在你的脚下。你不是坐在飞机里，也不是坐在直升机上，而是你的视角在飞。这就是自由视角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。而这背后可能需要大量的 AI 空间重建技术，例如多视角摄影机、3D 空间建模、NERF Gaussian Splatting， 再加上即时 AI 渲染，它们共同建立一个可以被观看、可以被探索的数位世界。因此你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传统影片，因为传统影片的视角早就被摄影机决定了。但未来的空间影像可能不一样，你想往左看就往左看，想飞高就飞高，想靠近就靠近，甚至可以绕到一个人的背后，从另一个角度观看。这时候 AI 眼镜再搭配自由视角，就会出现一个非常疯狂的效果。你不需要真的飞，但你的视角可以飞，就像电影里的钢铁人一样。只不过钢铁人是身体飞行，而未来的 AI 可能先让你的意识视角飞起来。你可以站在地面，却从天空看世界；你可以坐在家里，却像飞在城市上空；甚至你可以站在一个人的身旁，观看他正在进行的事情。而这就带我们进入第3项黑科技。如果前2项科技解决的是看见和移动视角，那第3项就是重新进入已经发生过的世界。想象一场事故发生在某个十字路口，过去我们只能调阅监视器，而且监视器只有固定角度。你想知道当时这个人的视线看到什么，可能永远没有答案。但未来如果城市里存在大量摄影机、手机、车辆感测器，再加上 AI 空间重建，情况可能完全不同。 AI 可以把不同时间、不同位置、不同角度的影像资料重新组合成一个立体的数位现场。你可以把时间轴往回拉10分钟前、30分钟前、1小时前，然后重新进入那个场景。这不是电影里真正的时间倒流，而是 AI 把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建构、重新播放。所以我更喜欢把它叫做时空回溯。它甚至可以像某些科幻电影里的现场重建概念一样，让调查人员不只是看一段影片，而是重新从不同角度检视整个现场。例如，当时这个人站在哪里，车子从哪个方向过来，那1秒钟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你甚至可以改变观看角度，走到原本摄影机拍不到的位置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， AI 不能真的把不存在的画面变成历史真相。如果资料根本没有被记录， AI 就可能只能根据现有资讯进行推测与重建。所以未来真正重要的不是 AI 能不能时光倒流，而是我们能不能建立足够完整的世界记录。而一旦这件事情真的成熟，最疯狂的应用可能不是刑事调查，而是让你重新回到某个人的身边，